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。5年前从上海搬来台北生活，是一个二宝爸，同时在一家旅行社做美编，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。今天没有带孩子感受白天的阳光，选择天黑后出门，因为我们要去看台北灯节，顺便借着灯下黑来毒舌吐槽一番。今年的台北灯节设了2个场地，一个在西门町，一个在圆山。我们也就是图个热闹，所以选择了离家更近的圆山花博展区。另外，我最想打卡的上海灯也在花博展区，这也是此行的主要目的。当晚较冷的气温也没有打消民众的热情，现场人数不少。走出捷运站往前不多时，就能看到来自阿拉家乡的上海灯，围着不少人。绕到背后其实也能看到，人还比较少，方便拍照，只是少了一条星河璀璨的黄浦江和外白渡桥。中间是7彩宝马镶着一朵花，预示马上有钱花。一边是我这个上海人也叫不出本名的外滩3件套，开瓶器、打蛋器、注射器。另一边是上海老牌名片东方明珠。这个花灯坐落的位置可以算这个展区的头把交椅，让我内心一阵自豪。它的后方，也就是灯节的正式入口这里，排了一条很长的队伍，吓了我一跳，还以为看灯可以领鸡蛋，走到前方才知道是在排队领变形金刚小提灯。说起来有些对不起这些排队的人，我们家小朋友的学校就有赠送这个热门提灯，做完后小朋友觉得不好玩，都不想带出来，就扔在一边。接下来就开始正式参观这次灯节啦，大家可以在留言区说说看最喜欢哪个灯，最不喜欢哪个灯哦。这个作品叫晨光树语，似乎挂了一些台北友好城市的灯箱照片，造型记忆度低，科技含量几乎停留在爱迪生时代。看介绍说，以台北市多绿荫的城市意象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榕树为发想核心。榕树有代表性倒是不错，多绿荫我就呵呵了。接下来就是一些友好度排在上海之后的友好城市主题灯。日本松山市造型还是挺可爱的，台湾黑熊和松山橘子狗一起泡温泉，很好的体现了两地的友谊，好评。韩国大邱也是讨喜的卡通形象为主题，每年都是炸鸡、啤酒、灯塔3元素变着位置来放，也是为难设计师了。红前的灯虽然小，但是造型结合画面都很有记忆点，也非常民俗，我觉得不错。和歌山和秋田的灯最多只能算灯箱广告，不过作为旅游推广也算敬业了，寒风中依旧持续营业。而对面的美国在台协会已经下班了。美国的灯嘛，自由女神、白宫、老鹰，在我看来都比不上川普的头发造型更喜庆。静冈、秋田、茨城、关岛、福岛的灯造型都不错，蛮亮眼的，很好的扣着城市旅游推广的主题，打出了各自的特色。再来有个叫圣启斯及尼维斯的花灯，第一眼看到这只袋鼠和海岛的背景，心想可能是南半球澳洲附近的某个友好城市吧。再一看介绍，发现这个红色的动物是公牛，前面还有2个人朝它下跪，只能说牛逼啊！欢迎各位来到2026台北灯节花博展区，这边是主舞台区。那听到的声音就知道，等一下除了有柯博文的主灯秀，还有精彩的演出。走过主舞台区，整个花博区最中心的位置就留给了这个常被我念成柯文博的柯博文。之前新闻里登场过几次，都以被吐槽为主，那我这里要说句公道话，确实值得吐。首先，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灯，完完全全是一个塑钢雕塑而已，放在百货公司或者主题公园里都很合理。虽说在影视剧里它是一个主角，
但在灯节现场作为主角，你好歹先要是个灯啊！抛开这些固有观念，对灯的刻板印象不谈，大家吐槽最多的是，等它秀3分钟，其实什么也看不到，也不会飞，也不会变，自身本来就发光有限，甚至配合音乐打在它身上的灯光也非常单薄。最大的特点可能是腿部过载后冒出的白烟了。看介绍是30分钟展演一场，大家的满心期盼随着一阵白烟结束，难怪市民要发牢骚呢。介绍里还说，结合大型立体结构与科技感光影设计，展现未来科技美学。如果说完美复原，圆了一代人的梦也就算了，这个造型也看不出做了什么改变啊，不就是80年代动画片里的设计吗？这未来含水量也太高了， ChatGPT 都不敢这么写。看完这个冒傻烟的科博文，旁边的饮水机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，灯管闪烁，看起来很有未来感。再一细看，加上实际使用，好像这块太阳能板和饮水机没多大关系，可能只是提供灯光的电源而已。看不懂这个噱头，我也先不乱说了。不过考虑到毛孩子饮水，这点大好评。目前为止，这个饮水机是科技感和未来感、人文感最高的设置。再来是这个叫奇幻动物园的灯组，卡通造型蛮吸引人的，也有所谓的互动，就是在面前放了个电话，可以听他们讲话，真是结合了声光电的灯节一大亮点啊！接下来是一排台北各区造型的熊熊，虽然也与灯节没太大关系，但也算让我看得津津有味，了解了各个区的特点。再往前也是变形金刚主题，一台超大型游戏机，让人感动的是里面的画面完全不会动，一定是考量到这几天挺冷的，大晚上让市民站在风里看动效太受罪，所以看一眼就继续往前走，莫回头。这样贴心的设计很有温度，人文感满分。后面一个体操男有点好笑，有点无厘头。一开始不知道和主题有什么关系，既不元宵也不灯节。后来一想，这样天马行空的想法倒是有个马字，结合马年来看，可以算创意满分了。这时一架闪着灯光的飞机飞过，无论是造型、科技感、含灯量，都超过现场90%的花灯。这个叫镜与花镜的花灯面前围着不少人，我看到有人在做手势，以为花朵会跟人的动作产生互动，心想这个还挺高级的。后来发现只是在逗孩子们拍照，让他们看镜头，所以吧，看展多带点想象力会比较有意思。再往前，这个森光行道是我最喜欢的作品，虽然也不是传统的花灯，属于投影出的灯光，街上许多店铺也有，但结合到这样一条通道内，有种恍如穿越、如梦似幻的沉浸感，过程挺五光十色的。而穿过这条美丽的通道，出现的就是一个应该想模拟变形金刚穿过时光隧道跑出来，可惜理想也不够丰满，现实就更骨感了。看完后，我和老婆观感都觉得一般以下。我说台北灯节怎么办成这样？她问我知道为什么会办成这样吗？我和她同时回答出了不同的答案。她说没钱，我说贪污，加在一起可能是贪污导致没钱。另外民以食为天，也不能光看灯不吃东西，所以里面还摆了一个堪比小型夜市规模的灯节夜市，这倒是挺好的，只是美食一时吃着爽，找垃圾桶让人很受伤。我夜市绕了2圈也没有发现附近有垃圾桶，只能把剩下的垃圾紧紧捏在手上，但有些不如我力气大的人可能手一滑就掉地上了，也因为腰不好弯不下身，最终没捡起来，让环境变得挺糟糕。这个灯节给我的感受是俗不俗，雅不雅，雅俗都不太能欣赏，既没有特别民俗的传统花灯，也没有高科技含量的技术花灯，当然也不要太挑了，毕竟不收门票。但作为一个观光旅游项目嘛，确实有些让我失望，尤其走到夜市最后面，
如果不说这里是首善之地台北，还会让人误以为是一个小县城的庙会，可能真的是资金不够吧。另外，虽然地上有些许乱丢的垃圾，但是在拍花灯的时候，大部分从镜头前经过的人注意到都会低下头走过去，这点真的非常不错。现场与花灯合影也都井然有序，彬彬有礼。果然，虽然硬体有些欠缺，但台湾最美的风景还是人啊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大家再会。